看这个警长有多嚣张，他先拦住镇上首富，拎出2米长的木棒，以查看驾驶证为由，富豪拿出所有证件，虽然没有问题，警长还是不依不饶，说富豪的尾灯坏了。What's wrong with my taillights? They're broken. 警长看上去像流氓，而实际事情并不是这样。几个月前，克里斯服役8年退役，回到美丽的小镇，可这里貌似变了样，宝宝被丢在一边，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毒虫。小镇的主要支柱木材厂荒废，克里斯很不理解，他本想回到这里工作。这时，一辆警车驶来，通过了解，木材厂已关闭3年。现在镇上的主要经济是一家赌场。警员突然认出克里斯，他认识克里斯的父亲。他们欢迎士兵回家，搭车的路上得知上一任警长死了。5个月前，在方向盘上睡着撞到树上，克里斯很失落，那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好警长。到家后，克里斯表示感谢，同时警员拿出资料，这个月正在选警长，希望克里斯为他投出宝贵的一票。也许这才是热情的原因。首先看到自己的妹妹，然后是妈妈，接着是父亲，还有已经长大的侄子。他们欢迎家中的骄傲回家。第2天，正当克里斯干活时，最好的朋友阿雷找到他，朋友已戒酒。他讲述克里斯参军后的生活，他去了西雅图，拿起吉他玩起了音乐，但很快又沾上了毒品。再后来，只剩下毒品，音乐消失不见了。最后蹲了2年大牢。最近剪了这么多期视频，不过感慨一下，最近换了新电脑，剪辑快多了。旧的我当时就放转转回收了5100多，像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换下的就手机、平板、笔记本啥的都可以去转转回收。他们家是真方便，下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为了寻找8年前的感觉，几位好友准备一场球赛。这时杰伊来了，听说杰伊的父母把工厂交给他，转头就被他关闭了，然后开了赌场。此时混得风生水起，他还纠集了一帮恶棍，在小镇横行多年，压榨乡邻。但是现在克里斯还不知道，他们打了一场球赛，比赛的途中，克里斯却发现侄子在抽大麻。杰伊的人不讲武德，但比赛还是愉快的完成。打过招呼后，杰伊邀请他们去他的赌场玩玩，吃喝全都算他的。既然如此热情，哥几个当晚就来到赌场，这里面玩的很多，他们还被安排到豪华包房。杰伊告诉克里斯，所有酒水他请客，如果想借钱，说个数目就行，还有漂亮女伴都没问题。紧接着克里斯来到包间，享受属于他一人的表演，表演很精彩，没有人能抵得住。可当舞女摘下面具，竟是克里斯的初恋女友。尴尬的见面，前女友跑开了，朋友实在忍不住，这一会儿已经输惨了，他押上了所有钱，而最后这次他又输了。克里斯发现是荷官的骰子有问题，他掏出一沓钱，当场拆穿了荷官的秘密。就在这时，保安及时赶到，和克里斯大打出手。8年特种兵不是盖的，朋友劝他离开，自己却没跑出去，接着继续互殴。赌场的安保根本不是克里斯对手，甚至拿出匕首，却进不了克里斯的身。最后拿出新能源，克里斯被电晕了过去。一人摘掉他特种兵勋章，他们咽不下那口气，毫无人性的将克里斯残忍折磨。他身中数刀，被丢在荒郊野外。凭借顽强的意志，克里斯捡回一条命。医生说他的内伤很严重，动手的人本是要他的命。可气人的还没完，警察来医院搜集证据，他要确定是否是克里斯喝多。总之看起来是克里斯错了。一段时间后，克里斯出院了。本不听话的侄子开始敬佩他的叔叔，接着日复一日，身体逐渐康复。这天在家中干活，杰伊来找到他，他是来道歉的，并表示解雇了那个荷官。但是杰伊不清楚为何他的监控录像没有拍到，这明摆着就是包庇手下。同时他为手下解释，那天是有点过火，但是也可以理解啊，毕竟那是他们的工作，每天要面对一些砸场子的人。而杰伊的重点是来邀请克里斯入伙，如此强悍的身手抵得上他所有的保安。克里斯拒绝了，杰伊还拿出诚意，也被克里斯无情拒绝，因为那件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克里斯来到警局，可那件案子早已结案，只是让赌场进行了内部调查。预备警长还告诉克里斯，木材厂关闭后，赌场就是镇上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建议他到此为止。I'm not gonna let this stand. Excuse me? What did you say to me? I said, I'm not gonna let this stand. You're lucky to be alive right now. That's all you need to be concentrating on. This is my town, okay? I'm the sheriff here. I'll tell you where to st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Please get out of my building. 已经很明显了，警察和杰伊是同流合污。丹尼来见克里斯，那天打架后，克里斯的外套丢在赌场。虽然那天很尴尬，但毕竟是初恋情人。丹尼清楚那天赌场的事，克里斯很正义。丹尼觉得克里斯可以去竞选警长，他完全可以胜任。克里斯问到他和杰伊，听说他们曾有过一段。丹尼告诉克里斯 Lasted about 8 minutes. A long, long time ago. Still work for him, though. Rent's gotta be paid, Chris. Suppose so. See you around. Do you? 开心的眼神可以看出，克里斯耿直憨厚，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母亲接到电话，克里斯侄子出事了，因为毒品，
差点没抢救过来。听侄子的同伴说，那些东西都来自赌场。克里斯气坏了，母亲让他报警，可他知道报警纯属浪费时间，回家取了把霰弹枪，开车来到赌场门口。霰弹枪上膛后，克里斯大脑突然清醒，将枪放进车里，接着拎起一块木桩子，走进赌场一顿暴砸。那些保安开始动手，他们却占不到一丝便宜。上面飞下一人，也不知这哥们怎么想的。接着来了的拿枪的，却被一个趁其不备，手臂都被打变形了。男人抡起板凳，这哥们算头脑清醒的，可惜的是，最后的这位是那天对他下手最狠的，保安里最灵活的，可在克里斯这里根本占不到便宜。300斤的身体居然可以鲤鱼打挺，这谁能受得了？保安队长被干晕过去，克里斯拿回他的荣誉，他盯上头上的镜子，接着猛地砸过去。那正是杰伊的办公室。Guess that changes our relationship a bit, huh? 克里斯报案没人管，而这次砸完赌场，小镇警车迅速驶来，很快将克里斯团团包围，就是这么效率。转眼来到法庭上，被揍的恶人先告状，他们只是认真工作，却被克里斯暴揍。他们认为克里斯有暴力倾向，接受过严格训练，非常危险。就连克里斯的律师也已经被买通。You're fired. 事到如今，他只能放手一搏，请求为自己辩护。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克里斯谈到8年前，这里的人都挺直腰杆，绝不会用木材厂换骗人的赌场。如今的小镇面目全非，毒品甚至卖给孩子。他向陪审团表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义的。如果取消对他的指控，克里斯会竞选警长，让镇子恢复原样。克里斯亮出胸前的伤，当兵8年没受伤，那些伤疤都来自赌场。克里斯的每句话，句句扎进人们的内心。小镇的人不是不清楚，只是缺少克里斯这样的人。最后陪审团决定，克里斯无罪。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快，克里斯坐上警长的位置，那根木棍造型后，克里斯随身携带。在他上位这一天，他解雇了所有黑警。既然要改变小镇，就要从警局整顿开始。接下来便是我解说开头那段，拦住杰伊的豪车。杰伊居然威胁，如果克里斯敢得寸进尺，保证他活不到40岁。然后，克里斯找到阿雷，想要改变镇子，他需要同样想法的人。 I get to wear a uniform? 其实镇上人都知道，赌场只是杰伊的小买卖，毒品才是他的主业。克里斯从瘾君子入手，通过他们引向毒贩，再找到毒贩的上家。就这样，他们率先对保安队长长毛下手，在他的身上真的找到了毒品。可长毛不慌，他要找他的律师，而克里斯的目的是希望他供出上家，也就是杰伊贩毒的证据。既然他不说，那就拆他的爱车。这不算是暴力执法，而是要看看车中是否藏有毒品。长毛气坏了，跟杰伊混这么久，镇上还没人敢对他这样。长毛被关押在警局，克里斯吩咐兄弟让他去照看克里斯的父母，而他要看着长毛。他预感杰伊会有动作。夜深人静时，丹尼来到警局，为克里斯带了吃的，还有他辞职了。克里斯给镇上带来变化，丹尼也该改变自己。饭还没开始吃，干柴与烈火，这不是8分钟的热度，而是似乎1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克里斯正要出门，如果不是丹尼，克里斯大概已经在车上。再接着，杰伊的人开始行动，警局被打的都是窟窿。正如克里斯预判，家中同时被袭击，阿雷腿部中枪，大侄子和匪徒动手，阿雷趁机和匪徒搏斗。袭击警局的是那些黑警，甚至连长毛都不管，就是一顿狂突突，往地上开上几枪，踹下一个大窟窿。他和丹尼躲在里面，阿雷这里找机会拔下水果刀，刺在匪徒身上，可匪徒居然挣扎开。接着，而克里斯全家已经被另2人控制在楼上，他们都是杰伊的手下。克里斯的父亲认出他们，但他们走到楼下，同行的一人居然挂了。长毛此刻最担心，外面的人不管不顾，他终于说出杰伊的制毒窝里。阿雷又解决一人，而警局这长毛说完也中枪身亡。外面差不多了，克里斯开始反击。第一个，这2人继续找准时机后，这是第二个，还剩下前任预备警长。他冲进警局，一顿乱枪挥舞，保证每20厘米必须有弹孔。就在这时，一招声东击西，克里斯干掉敌人。阿雷和卷毛对枪，打空子弹开始近战，接着开始肉搏，一个飞星拳，卷毛翻个跟头，阿雷上去就是一顿炮拳。就在这时，是克里斯回来了，本以为干掉所有， Stab me with a potato peeler. 是克里斯的父亲，有其父才有的妻子，老头宝刀未老。按照长毛提供的线索，克里斯迅速开往木材厂。昔日的工厂已荒废，其中一间房已变成制毒间，而杰伊早已在此等候，等待克里斯掉入陷阱。杰伊拎起棒子，狠狠地打向克里斯腹部，可没打2下，2个人一同摔下。
而相对于克里斯，杰伊更会利用这里地形。克里斯从高处摔下，腿部摔成错位，而杰伊下来后，克里斯一瘸一拐跑进树林。杰伊拿起斧子，对于一个瘸子，他胜券在握。克里斯为自己正义，接着两人开启战斗。克里斯抱住杰伊，他们先从山上滚下来，不知滚了多少拳。杰伊紧紧握着斧子。翻滚停止后，克里斯掰断一根树干，两个人继续战斗，但谁都能看出来，即使克里斯腿部受伤，但是仍然实力悬殊。You're right, Jay. This does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This is my town. 不久后，杰伊被送进监狱，制毒窝点被端，赌场贴上封条，木材厂重新开工，小镇恢复全新的面貌。